空隐法师圆寂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日本。对于这个长寿的佛学大师，日本民众一直尊重且爱戴有加，所以当他们得知这个消息，无数人前往京都金阁寺祭拜，电视台也在对他的生平滚动报道。当林婉儿坐上飞机准备起飞返回华夏的时候，手机都还在收着关于空隐的推送。林婉儿黯然神伤，乘坐飞机返回金陵。飞机上，孙之洞来到前舱，见到靠着窗户失神发呆的林婉儿，他小心地走上前，恭敬地问：小姐，您还好吗？林婉儿回过神来，勉强一笑：挺好的，倒是辛苦你了，还跟着我跑来日本。孙之洞赶紧躬身说道：能在小姐身边鞍前马后，是之洞的荣幸。您不在华夏的那些年，之洞常与当年几位共同长大的兄弟姐妹聊及您。虽说大家都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领域有所建树，但聊起来时，大家最羡慕的，其实还是老张，只有他这么多年能一直陪在您的身边。林婉儿感叹：只是辛苦他了，这么多年伴我左右，自己连个孩子都没有。孙之洞轻叹道：其实对我们这些找不到祖上传承的人来说，倒也没什么延续血脉的需求。言罢，他忽然想到这次短暂的日本之行，于是问他：小姐，那位空隐法师也是您养育的孤儿吗？对。林婉儿点点头，叹着气道：当年在日本，我收养了不少京都城的孤儿，久而久之，在京都城有了点小小的名气，于是就有不少人把刚出生不想要或者养不起的孩子放在我宅邸的门口，郑平就是其中之一。说到这里，林婉儿又不禁感慨，那段时间实在太久远了，当初的那些孩子也早就陆续离开人世，郑平是最后一个去世的，他走了，我在日本养育过的这些孩子就全都不在了。孙之洞问他：小姐，空隐法师是不是当初那些孩子里您最疼爱的一个？林婉儿摇摇头，谈不上最疼爱，只是他的命最苦。说罢，他回忆过往，开口道：郑平的母亲于他17岁那年，在京都最冷的时候生下他，生下他之后，将他留在我宅邸的门外，自己跳进电川河自溺了。以当时的天气，刚出生的郑平恐怕撑不过半个时辰。好在他在襁褓里哭得很大声，被其他孩子听到告诉了我，我便将他收留了。孙之洞惊讶地问：那他的母亲为何要自杀？林婉儿说：郑平的母亲留了一封信在郑平身上，据信中说，他的父亲是当时京都伊藤家的上门女婿，郑平的母亲是伊藤家的丫鬟，他父亲整日受妻子压抑，便与他母亲私底下走到了一起。后来郑平的母亲怀孕，他父亲害怕败露，便将她送出府去，另寻一处宅院供她生活待产。只是事情最终被其他佣人撞破，伊藤家要斩草除根，把他和他妈妈都杀掉。孙之洞有些不解，上门女婿出轨，伊藤家族为什么不去惩罚他，反而要对一个丫鬟动杀心？林婉儿道：伊藤家有他们的担心，他们之所以要招上门女婿，是因为当时的伊藤家主只有一个女儿，他需要一个上门女婿来为他延续伊藤家的血脉。郑平的父亲与伊藤家的女儿当时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取名伊藤庆一。伊藤家主知道这件事，怕自己死后郑平的父亲会借着他的儿子伊藤庆一，把他在外面的儿子带到伊藤家来，所以想要斩草除根。伊藤庆一，孙之洞喃喃道：这名字倒是有些熟悉。林婉儿解释道：伊藤庆一就是现在日本最大伊藤家族的缔造者，是他凭借一己之力，将伊藤家族从京都的小富之家变成了全日本的巨富财阀。郑平便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孙之洞忽然想起什么，惊呼道：叶先生好像与伊藤家关系很好。是的，林婉儿点点头，有些唏嘘地说：郑平若是接受了那颗回春丹，说不定将来还能与伊藤雄彦见上一面。伊藤庆一就是伊藤雄彦的曾爷爷，
飞机入夜时分返回金陵，林婉儿回去之后，第一时间把自己关在紫金山庄的山顶别院，一个人暗自神伤。这一次见空隐，并且经历诀别，让他意识到一件事，自己当年总是收养一些孩子，把他们养大了，为他们提供应对世界的准备之后，便从他们的世界里消失。本以为是相忘于江湖，却没想这些孩子对自己的情感竟能经历100余年而不忘。空隐如此，其他还活着的孩子，想来有些人也是一样。而当年的林婉儿，为了安全，也为了断舍离，极少主动与他们再联系。可在林婉儿心里，这些人都是她的孩子，她心中怎能不想念？于是她在别院之中，在普查之母的树底暗下决心，若将来吴飞燕不再是个威胁，自己一定要去看一看那些还活着的孩子们。如果还来得及的话，因为他们之中最小的恐怕也要70岁了。3天之后，空隐法师的葬礼在日本京都举办。令人感动的是，为空隐主持这场葬礼的是来自华夏的年轻佛学大师，也是空隐的忘年交景清法师。空隐法师的尸体在京都殡仪馆火化，全日本都在期待着空隐法师火化之后能够留下舍利子。但遗憾的是，空隐法师化作一缕青烟离开，留下的只有一把骨灰。遵照空隐法师的遗愿，他的骨灰并没有留在金阁寺，金阁寺只是供奉了他的灵位，而他的骨灰则被他的首席大弟子悄悄埋在了京都郊区的一处墓地。这处墓地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是京都最早成规模的公墓之一。埋葬在这里的人也早已经达到数万人之巨。这座公墓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没有新的墓穴可供售卖，不过倒是有些人早早买好了，空墓一直还未启用。这其中就有一个空置的墓穴，是空隐法师早些年就提前买下的。在空隐法师下葬之后，属于他的墓碑也在墓穴前立了起来。不过与多数人不一样的是，他的墓碑上只刻下了斋藤正平之墓这6个大字，以及底部一个卒年的落款。因为没有留下出生日期，其实没几个人知道这块墓的主人活了多少岁，更没人知道这块墓便是空隐法师的长眠之地。在斋藤正平之墓的旁边，还稀稀拉拉地立着几块姓斋藤的墓碑，有斋藤惠子、斋藤远山、斋藤英、斋藤玲、斋藤亮等等等等。这些人的卒年跨度很大，最早甚至有1926年去世的。不知道的可能还以为某个斋藤家族将去世的亲人都葬在了这里，但京都一些老人知道，这些姓斋藤的基本都是当年大名鼎鼎的斋藤小姐收养的孤儿，他们年轻时都很有作为，其中多数人都在全日本甚至全世界开枝散叶。但无一例外的是，他们去世之前都要求家人将他们埋葬在这里。斋藤正平之墓也只是这些斋藤坟冢里的其中之一，除了墓碑新一点之外，瞧不出什么特殊之处。但是对这些从小一起长大，没有血缘关系却亲如兄弟姐妹的孤儿来说，死后葬在一起又何尝不是一种别样的浪漫。